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Robert Hagstrom 的《巴菲特之道》。1984年 Hagstrom 在美盛集团 Legg Mason 的一次培训中，第一次读到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Berkshire Hathaway 1983年的年报。这份年报改变了他看待投资的方式。此后，他持续研究 Warren Buffett 的公开言论、历年年报和重要投资案例，最终写成了这本书。到2004年，巴菲特之道的累计销量已经达到120万册。他把股票从每天上下波动的报价还原为一家真实企业的部分所有权。全书从企业管理、财务和市场4个维度梳理出12条坚定的投资准则，并进一步解释了集中投资背后的概率逻辑以及影响投资决策的心理因素。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看看 Warren Buffett 是如何从企业价值出发，建立起一套穿越市场波动的长期投资体系的。理解 Buffett 的价值投资思想，首先要改变的是看待股票的方式。Buffett 的老师 Benjamin Graham 给他的第一课是，股票不是交易屏幕上跳动的代码，而是一家真实企业的部分所有权。买入股票就是买下这家企业的一部分。面对每天上下波动的股价， Graham 虚构了一个名叫市场先生的商业合伙人。这个合伙人每天都会来报价，按照当天的价格，他愿意买下你的股份，也愿意把自己的股份卖给你。问题在于，市场先生的情绪非常不稳定。乐观时，他会对未来充满希望，报出高的离谱的价格；悲观时，他又会被恐惧控制，报出低的离谱的价格。理性的做法不是跟着他的情绪行动，而是在报价过低时利用它，在报价过高时拒绝它。市场价格与企业内在价值之间的差额就是安全边际 （Margin of Safety）。企业的内在价值取决于资产利润分红和未来盈利前景。当买入价格大幅低于内在价值时，即使对未来的判断存在偏差，折扣也能提供保护。如果判断正确，这段差价就会转化为回报。1972年，华盛顿邮报公司 The Washington Post Company 的股价一度达到$38。到1973年5月，随着市场转弱，股价跌到$23，公司总市值只剩$8000万。按照当年的财务数据，华盛顿邮报的净利润为$1330万，加上折旧和摊销，再减去资本支出，股东盈余约为$1040万。仅用当时 6.81% 的长期国债利率折现，公司价值就达到$1.5亿。如果进一步考虑报纸行业较低的资本需求、当地市场的提价能力以及税前利润率从 10.8% 恢复到历史平均水平的可能，公司的估值可以上升到$3.5亿至$4.85亿。同年6月，巴菲特以每股$22.75的平均价格买入467150股，共花费$1062.8万。即使采用最保守的估值，市场报价也不到企业价值的一半。按照巴菲特的判断，他支付的价格大约只有内在价值的1/4。这就是安全边际的运转方式，依靠数据估算价值，再利用市场情绪造成的错误定价，以明显的折扣买入。巴菲特向 Graham 学习解决了价格问题，但仅仅找到价格便宜的资产还不够。为了能够找到那些销售额和利润可以在多年内持续超过同行的公司，他进一步吸收了 Philip Fisher 的思想，把注意力放在企业质量上。Fisher 坚持企业的增长不能只依靠一时的行业红利，而是要有足够大的市场空间、持续的研发投入、有效的销售体系，以及能够兼顾短期经营和长期发展的管理层。美国铝业公司就是幸运且能干的例子。公司很早就看到了铝制品的市场前景，并提前做好了研发和产能准备。随后，航空运输业迅速发展，飞机制造对铝材的需求大幅增长，使公司的销售远远超过了最初的预期。
杜邦公司则属于幸运因为能干的例子。如果它始终停留在早期的火药业务上，最终可能只是一家普通的矿业公司。但管理层把积累下来的化学知识用于开发尼龙玻璃纸和透明合成树脂，主动创造了新的市场需求，并由此获得数十亿美元的销售额。为了判断一家公司是否真的具备这种长期增长能力， Fisher 不只看公开财报，还使用闲聊法 Scuttlebutt 进行交叉调查。他会和公司的客户、供应商、前员工、顾问、大学研究人员、政府职员、行业协会负责人以及竞争对手交谈。一家公司的管理层未必愿意主动说明内部问题，但竞争对手通常很乐意指出同行的弱点。把不同来源的信息放在一起，就能逐渐拼出企业竞争优势、管理能力和经营缺陷的完整图景。这种研究方式非常耗费时间，不可能同时覆盖成百上千家公司。Fisher 因此减少持股数量，只持有少数经过深入研究的优质企业。他的投资组合通常少于10家公司，其中3到4家会占据总仓位的 75%。 集中并不是先决定重仓，再为自己的判断寻找理由。恰恰相反，是因为研究越深入，真正能够理解并长期信任的公司越少。宁可持有少数真正了解的好企业，也不靠一堆不了解的股票制造表面上的安全感。Graham 教会 Buffett 以折扣价格买入， Fisher 让他看见企业质量的价值， Charlie Munger 则推动他把这两种思路真正结合起来。早期的 Buffett 喜欢寻找股价远低于净资产的公司，这种方法在市场低迷时很有效，但价格极低的公司往往也存在严重的业务缺陷。买入这类企业就像在街上捡别人丢下的烟头，虽然几乎不用花钱，还能勉强抽上最后一口，但它终究不是一门值得长期持有的好生意。对于平庸企业，时间不是朋友。企业的资本回报率长期偏低，持有时间越长，投资收益就越接近其糟糕的经营结果。除非能够迅速推动资产出售或企业清算，否则单纯的便宜并不能创造持续回报。Munger 推动改变了 Buffett 的投资标准，宁愿以合理的价格买入一家伟大的企业，也不要以极低的价格买入一家平庸的企业。伟大企业能够在很长的时间里，以较高的资本回报率持续进行再投资，让利润不断复利增长。1971年年底，拥有50年经营历史的喜诗糖果 See's Candies 准备出售。这家公司经历过经济大萧条战争时期的食糖配给和激烈竞争，却始终没有降低产品质量，因此积累了强大的品牌声誉和一批忠实顾客。卖方最初报价4000万美元，公司账上有1000万美元现金，扣除现金后的净价是3000万美元，而公司的有形净资产只有大约1000万美元。按照传统的资产折扣标准，用3倍净资产的价格收购，明显算不上便宜。Munger 看到了账面数字之外的价值。喜诗糖果拥有强大的品牌和定价能力，即使逐步提高售价，老顾客依然愿意购买。更重要的是，公司不需要持续投入大量新增资本，就能产生充足的现金。在 Munger 的建议下， Buffett 最终出价2500万美元，交易完成。这次收购不再是为了捡资产上的便宜，而是为企业的产品品质、品牌声誉和提价能力付费。Munger 后来把它概括为，这是我们第一次为品质买单。10年后，有人出价 1.25 亿美元收购喜诗糖果，相当于原始买入价的5倍，这个报价被直接拒绝。Munger 还把误判心理学 Misjudgment Psychology 带入价值投资分析，用跨学科知识理解人类情绪怎样影响商业决策和股票价格。至此，价格与价值的数量分析、企业质量的深度调查，以及对人类心理的理解，逐渐融合成一套完整的价值投资框架。
把 Graham、Fisher 和 Munger 的思想结合起来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用一套稳定的准则筛选企业。第一步是审视企业自身的业务特征。理想的标的通常业务简单易懂，并且在过去10年甚至更长时间里持续提供相同类型的产品或服务。这类企业往往拥有特许经营权 franchise， 他们的产品长期被消费者需要，很难找到完全相同的替代品，也不受政府的价格管制。这样的企业拥有较强的定价能力，即使适度提高售价，也不会轻易失去客户，因此能长期保持高于平均水平的资本回报率。与之相反的是普通商品型企业，他们的产品和竞争对手没有实质区别，只能通过降价争夺市场，利润空间会在持续竞争中被压缩。看清业务之后，还要衡量管理层配置资本的能力。企业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现金只有几种去向。如果内部存在高回报项目，就应该把利润留下来继续投资；如果内部项目只能带来平庸回报，就应该通过分红或股票回购把钱还给股东。很多管理者却会受到惯性驱使，看到同行不断收购扩张，自己也会跟着买入新的业务，只为了扩大收入和资产规模，却很少认真计算新增投资能够带来多高的回报。大都会公司 Capital Cities 收购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案例展示了另一种管理方式。1985年，大都会以35亿美元收购美国广播公司。为了完成交易，公司需要向银行借款21亿美元。伯克希尔则以5.17亿美元认购大都会新发行的股份。大都会公司首席执行官 Tom Murphy 接手美国广播公司后，立即清理美国广播公司长期积累的高成本结构。在支付遣散费后，公司裁减了1500名员工，关闭高管餐厅和专用电梯，并处理掉接送管理层的豪华轿车。Murphy 再次前往公司时，直接改坐出租车。削减成本不是目的，释放出来的现金必须得到合理配置。从1988年到1992年，大都会产生了23亿美元的可支配现金。到1992年，长期债务已经从收购后的18亿美元降至9.64亿美元，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则从1600万美元增加到12亿美元。面对不断积累的现金， Murphy 没有高价追逐新的传媒资产。他认为市场上的收购价格过高，于是选择偿还债务，并在1988年至1992年投入8.66亿美元，回购195.3万股自家股票。真正理性的管理层不是把企业做得越大越好，而是让每一美元资本都流向回报最高的地方。看懂业务和管理层之后，还要用财务数据验证企业真正的赚钱能力。华尔街经常盯着每股收益，只要每股收益增长，市场就会感到兴奋。但这个数字可能掩盖经营效率的问题。如果一家公司把上一年的利润全部留在账上，第二年自然会产生更多收益，就像把银行利息继续存在账户中生息一样。这只能说明投入的资本增加了，不能证明企业使用资本的效率提高了。更有效的指标是净资产收益率 Return on Equity， 它用净利润除以股东权益衡量管理层用股东真正投入并留在公司的资本创造了多高的回报。分析时还要剔除证券价格波动和非经常性损益，并检查高回报是否主要依靠大量负债。优秀企业应该在不过度使用杠杆的情况下，依靠主营业务获得较高的净资产收益率。利润表上的现金流同样可能产生误导。常见的现金流算法是用税后净利润加上折旧和摊销，但这个数字没有扣除企业为了维持竞争地位必须持续投入的资本支出。假设一家工厂每年赚1000万美元，却必须花800万美元更新设备，
才能保持现有产能和市场份额。那800万美元并不能分给股东，也不能被视为可以自由使用的现金。更合理的衡量方式是股东盈余 （Owner Earnings），用净利润加上折旧、损耗和摊销，再减去维持企业竞争地位所必需的资本支出以及新增的营运资本，剩下的才是股东真正可以支配的钱。可口可乐公司的经营调整就体现了这一点。整个20世纪70年代，可口可乐把饮料业务赚来的钱投向水利项目、养虾场和葡萄酒厂，这些业务回报很低，公司的税前利润率连续下滑。到1980年，税前利润率已经降到 12.9%。Roberto Goizueta 接任可口可乐董事长后，逐步剥离无法产生满意回报的非核心资产，并在1983年卖掉葡萄酒业务，把资源重新集中到回报最高的饮料和糖浆业务上。到1988年，可口可乐的税前利润率上升到创纪录的 19%， 净资产收益率也从大约 20% 提高到 31%。 这组数字说明，企业利润的增长不是来自更多负债，也不是来自不断投入新的资本，而是来自业务聚焦、成本控制和资本使用效率的持续改善。除了验证企业真正的赚钱能力，还需要考察管理层把利润留在企业内部以后，是否真正为股东创造了价值。这可以用$1前提 $1 premise 进行检验。企业每保留$1利润用于内部投资，长期来看，至少应该创造$1的市场价值。如果留存资金长期得不到有效利用，市场最终会降低企业的估值。如果管理层能够持续获得较高回报，新增价值迟早会反映在股价上。1980年至1987年，可口可乐的市值从41亿美元增长到141亿美元。在这7年里，公司每留存$1利润，就创造了$4.66美元的市场价值。验证了资本效率之后，最后一步是确定买入价格。一家企业今天的价值，等于它在未来存续期内能够产生的所有股东盈余折现到今天的总和。计算方法和债券估值相似，先估算未来现金，再选择合适的利率折现。在这套方法中，风险主要来自不了解企业以及无法合理判断未来现金流，而不是来自股价每天的上下波动。对于盈利稳定、前景可预测的企业，可以用美国政府长期国债收益率作为折现率，再通过买入价格保留安全边际。1988年，可口可乐的股东盈余为$8.28亿美元，当时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 9%。如果假设这笔股东盈余今后1分钱都不增长，用 9% 折现，可口可乐的价值约为92亿美元，而当时公司的市场总值约为148亿美元。只看这一组数字，买入价格似乎并不便宜。但从1981年到1988年，可口可乐的股东盈余年均增长 17.8%。考虑到公司的品牌定价能力和国际市场空间，可以用2段法估算未来价值。如果假设未来10年保持 15% 的增长，此后长期增长率降到 5%， 并继续用 9% 折现，公司内在价值约为 483.77 亿美元。即使把长期增长率直接降到 5%， 估值仍然达到207亿美元，高于当时148亿美元的市场价格。从1988年6月开始，在随后的10个月里， Buffett 共投入 10.23 亿美元，买入9340万股可口可乐股票，平均成本为每股 10.96 美元。到1989年年底，这笔投资已经占到伯克希尔股票投资组合的 35%。 企业的价格看起来并不便宜，但相对于未来能够产生的现金流，它依然具有足够的折扣。合理价格与内在价值之间的差额，最终决定了这笔投资是否值得大比例买入。选出好企业，算出合理价格之后，还要决定把多少资金投入其中。
华尔街习惯把资金分散到几十甚至上百家公司，用来降低单只股票波动造成的影响。但如果这些企业没有经过深入研究，过度分散只会稀释最好的判断，让投资组合越来越接近市场平均水平。集中投资并不是把全部资金压在一家公司上，而是把主要资金配置给少数经过详细研究、具有较高胜算和明显安全边际的企业。1919年，英国经济学家 John Maynard Keynes 出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 King's College、Cambridge 总务长。1927年起，他全面负责切斯特基金 Chase Fund 的投资。Keynes 没有把切斯特基金的资金平均分散给整个市场，而是集中持有2-3家自己最有把握、价格又低于内在价值的企业。他认为，人的知识和经验都很有限，把钱投向不了解的企业，不但不能控制风险，反而会增加犯错的概率。在他管理基金的18年里，切斯特基金实现了 13.2% 的年复利回报，而同期英国股市基本没有上涨。这段时期还经历了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红杉基金 Sequoia Fund 采用了相似的方式。创始人 Bill Ruane 通常把 90% 以上的资金集中在6到10只经过独立研究选出的股票上。从1971年到2013年，红杉基金的年均复利回报为 14.46%， 同期标普500指数的回报为 10.65%。 集中持股背后还有概率数学的理论支持。贝尔实验室的凯利在1956年提出了著名的凯利优化模型 Kelly Optimization Model， 用获胜概率决定下注比例。简单来说，就是用2倍的获胜概率减去1，就是理论上应该的投入比例。比如，如果获胜概率是 55%， 那么理论仓位就应该是 10%， 如果获胜概率是 70%， 理论仓位就应该是 40%。也就是说，胜算越高，投入比例应该越大。但有时，为了避免过度下注，可以使用半数凯利模型，就是把公式算出的仓位减半。例如，理论仓位为 10%， 实际只投入 5%。这样做虽然会放弃一部分潜在收益，却能减少判断错误造成的破坏。如此一来，通过在选股时依靠价格折扣留下安全边际，再在配置仓位时用部分凯利控制风险，就可以形成资金的2层保护。选出了优质企业，也确定了仓位，真正困难的部分才刚刚开始，能不能在市场波动中坚持原来的理性判断？心理学家 Daniel Kahneman 和 Amos Tversky 研究人们面对风险时的决策时，发现人们衡量盈利和亏损的方式并不对称。同样金额的亏损带来的心理痛苦大约是盈利喜悦的2倍到 2.5 倍。这种现象被称为损失厌恶 （loss aversion）。在股票市场中，损失厌恶会让人长期抱着基本面已经恶化的公司不放，因为卖出等于承认判断错误，只要不按下卖出键，就可以把损失留在账面上，继续安慰自己还有机会回本。这种想法还受到心理账户 mental accounting 的影响，人们会在心里把不同的钱分到不同账户，并赋予它们不同意义。账面损失虽然已经减少了个人财富，却常被当作尚未真正发生的损失。问题在于，一笔错误投资不仅占用资金，还带来机会成本。继续持有已经恶化的企业，就等于放弃把资金转向更好企业的机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行为经济学家 Richard Thaler 进一步把损失厌恶与查看投资结果的频率结合起来，提出短视损失厌恶 myopic loss aversion。 如果每天查看账户，因为股票每天都有很大概率下跌，投资者会频繁感受到亏损的痛苦。查看的越频繁，心理冲击越强，也越容易通过频繁买卖来逃避短期下跌。Richard Thaler 和 Shlomo Benarsi 测试了从1小时、1天、1周、1个月到1年等不同观察周期。
按照损失带来的负面感受约为盈利2倍的标准计算，直到查看周期延长到1年，股票投资带来的情绪效用才转为正数。频繁交易还会产生真实成本。晨星公司 Morningstar 回顾了3650只共同基金的数据，以10年为周期，年度换手率低于 20% 的基金比换手率高于 100% 的基金累计回报高出14个百分点。长期持有还具有延迟纳税的优势，只要股票没有卖出，账面盈利就不需要立即缴纳资本利得税。这部分尚未缴纳的税款可以继续留在账户中参与复利。巴菲特把它称为来自财政部的无息贷款。减少看盘和交易，并不意味着对企业变化不闻不问。该关注的是企业的经营状况，而不是市场每天给出的报价。只要企业的竞争优势、盈利能力和资本配置没有恶化，就不必因为短期价格下跌打断长期复利。投资者除了要对抗自己的损失厌恶，还要抵抗来自同行和市场排名的压力。职业基金经理本应寻找被低估的企业，但很多人的首要目标是避免在短期排名中落后。如果做出与众不同的决定，成功时只能获得有限奖励，一旦失败却可能失去工作。跟随同行买入热门股票，即使亏损，也可以把责任推给整体市场。这种追求职业安全的行为形成了驴鼠悖论 Lemming Paradox。 它指的是基金经理明知随大流未必正确，却为了降低个人承担的职业风险，宁愿和同行一起犯错，也不愿独立判断，承担与众不同的风险。结果就是越来越多基金持有相似的股票，投资组合也越来越接近指数。那么怎样判断一只基金究竟是在独立选股，还是只在跟随指数？金融学者 KJ Martin Kramers 等人提出了活跃股份 Active Share， 用来衡量基金持仓与基准指数之间的差异。活跃股份低于 60%， 说明基金的持仓结构与指数非常接近；超过 80%， 说明组合明显偏离指数，属于真正的主动投资。一份对1980年至2003年美国股票型共同基金的研究报告显示，活跃股份最高、持仓与指数差异最大的基金，整体表现明显优于基准；活跃股份最低的基金则没有跑赢指数。直到这份研究报告发表时，活跃股份超过 80% 的主动基金只剩大约1/4。越是紧贴指数，短期落后同行的概率越低，但长期超越指数的可能也越小。要取得不同于市场的结果，持仓就必须与市场有所不同。摆脱跟风之后，还需要换一套衡量投资结果的标准。多数人用每天的股价判断投资是否成功，但企业价值与市场价格在短期内经常会发生偏离。透视盈利 Look Through Earnings 提供了另一种计分方式。计算时要加上投资组合中全资控股企业的运营利润，对于只持有部分股权的上市公司，再按照持股比例计算这些公司没有分红继续留在账上的利润。最后还要加入假设这些留存利润已经分配下来时能够产生的税务利益。把这3部分加在一起，就是整个投资组合每年真正创造的透视盈利。只要透视盈利持续增长，投资组合的内在价值就在上升。短期内股价可能领先于盈利，也可能长期落后于盈利，但随着时间延长，企业经营结果和市场价值之间的联系会越来越紧密。因此，投资者不需要依靠季度排名确认自己的判断，也不必让每天的价格变化指挥自己的交易。只要企业持续产生高于平均水平的回报，管理层又能理性地把利润用于高回报项目或回购低估的股份，就可以继续持有，让企业的经营结果最终反映到市场价格上。巴菲特之道一书把股票投资重新还原为一笔企业买卖。投资不是把钱分散给一堆不了解的公司，
而是看懂企业如何赚钱，管理层如何使用资本，再算清股东真正能够获得的现金。当一家好企业的市场价格明显低于内在价值时，就应该集中买入。买入后，只要盈利能力和资本配置没有恶化，就不必理会短期波动。减少交易，既能节省成本和税费，也能让复利持续更久。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只希望与您一起阅读好书，慢慢变富。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启发，欢迎帮忙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您的举手之劳都是在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也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为您带来最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